嗨，大家好，我是阿维，好久不见。你没有点错频道，我在去年12月头宣布暂时停更，但我发现原来不只有停更，有好多频道最近都在释出停更的消息。在我消失的这3个月发生了什么？2020年为何 YouTube 出现大批停更潮的事情？本来这集是答应观众粉丝在我回来的时候解释我停更的原因，没想到出现了 YouTube 史上停更潮。 It's not clickbait. On March 9th, I will be hosting my last theory. I'm planning to retire. Made the decision to step away from YouTube. About calling it like goodbye. I made the decision to quit. 影片不要再发布。频道呢，始于一台相机，也终于一台相机。 Now it's time to take a breather. Take care, everybody. 从不可思议的1900万订阅频道到50多万订阅频道，近期就像有一股什么势力把这些频道全部逼出去一样。我们先来听听各频道自己的理由。1900万订阅频道 The Game Theories 是一个探秘各种游戏背后趣味理论的频道，以科学、人类文化及搞笑风格，13年来累积了1900万的粉丝。在上个月2020年1月10日，频道主 MatPack 发布了一支道别影片，告知所有观众粉丝自己将会在3月9日离开，把频道转交给其他人来管理。MatPack 表示，他想念以往和朋友纯粹打游戏、聊游戏的时光，而不是坐下来不自主地谈论商品物流、影片的制作，一切都是围绕工作的内容。去年对于 MatPack 来说是频道最好的一年，甚至他同时经营的3个频道都已经破100万。可是岁月不饶人，对于其他人来说，37岁的 MatPack 还不算老，但 MatPack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终究有哪一天会停止发片的时候。他不想等到自己老了，不被演算法给青睐，流量平衡不了收支，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被遗忘的淡出，而是说，嘿，就是现在。Saying, hey, this is the moment. 看到这段，让我不禁的点头，想起了我一开始冒出停更的想法。在我一如既往为下一集影片脚本查找和整理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曾经我在关注的频道，点进去一看，将近100万订阅的频道，如今流量却惨不忍睹，不敢想我频道也。看来不能这样下去了，除了爆肝创作外，也要想想对策了。也许你不知道 MatPack 是谁，没看过 The Game Theories， 不熟悉 YouTube 英文圈没关系，我们看看 YouTube 中文圈台湾大频道。这群人 This group of people 是由7位年轻男女组成的自媒体团队，主要以美式幽默的戏剧方式呈现出生活各种你我也可能遇到的事件或经典语录。13年以来累积了357万的粉丝。就在前几个星期的事，2024年2月15日这一天，7位成员一起坐下来拍了一支影片，宣布团体频道正式停更的消息。可是他们强调不是解散，而只是团体频道停更休息，也许还会在各自的频道看到他们。队长展荣开宗明义说明了停更的原因：团队13年来不间断的创作，并没有实质上的休息。团员们共识的发现彼此都累了，然好的点子恰恰来自生活。当创作遇上瓶颈的时候，也必然牵扯营运资金的问题，这是所有自媒体没办法不面对的事实。成员们开了一场会议，总结出了不需要大的编辑，不需要大的摄影棚，这样把成本管控好，才能安好自己，满足观众。不过我觉得这个更内幕的原因，才是迫使频道喊停的红色按钮。这我们可以从频道营运人石头在制作人访谈中得到答案。慢慢的往下，业配的钱要来 cover 公司，对，然后去年嘛，就整个BAM，我就哇靠，这个真的是不是开玩笑，有点像那个洪水雪崩，对啊，很可怕啊，什么意思？我这里简单的整理一下好了。一开始这群人频道的成功，带来了许多粉丝与流量，也获得了许多合作与资金。频道的更专业化，使团队不断的在快速扩张。全盛时期不包含演员，幕后就达到25人，相当于一个微型企业。访谈中，主持人小聂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5人的团队和25人的团队，其管理层次是千差万别的。大家知道，在商业上最大的开销通常是人，当人一多，不只是背负巨大的财政压力，
人与人协作的时间成本也变得多到不可思议，可以说被绑得死死的。所以很多事情一旦膨胀扩大，就再也回不来了。然而成员们本身并没有经济问题，但手中握着的公司却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我认为主要原因也和 MatPack 一样，趁还没被逼到爆炸的那一天，团员们自己选择把它控制一下，停在一个完美的时段。难道每个停更频道都是这个原因吗？当然不是。坐拥147万粉丝的中文大 YouTuber 之一 Hooker 虽然没有正式发片，但在前2个星期在社群上宣布，从2月开始会暂停每周更新，之后会随机上片。从文字中表示自己坚持周更很久了，是时候停下脚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充斥这短影片的时代，自己还是想持续做长影片，成为不被时间约束的人。这让我不禁感慨，其实我也是一路周更到现在。不对呀，我能听到粉丝的尖叫，就是阿威隔2-3个星期才一支影片。没有错，但事实上我也是马不停蹄的在更新影片。这周刚上完新影片后，就又投入下个影片。因为我这类动画知识频道，从查找大量的资料，整理成一篇容易明白的内容，就要花上好几天在写稿上。之后要设计和构思原创的角色与画面，再让他们生动起来的动画，能在1个礼拜内完成已经算非常快了。我相信目前在中文 YouTube 圈，像我这样动画硬干的应该没几个吧，大家就可以猜到这也是我停更的第2个因素。目前频道有2个帮手，人事成本比不上其他大频道，只能说还过得去。然而我发现日复一日的在追赶进度，让我少思考了许多其他可能性的机会。我想拥有自己的网站，我想学习当更好的演说者，我想实际帮助想成为创作者的人。我不想要等到平台踢我出局时无奈的被迫停更，而是在我还有话语权的时候说，嘿，我想暂停一下，我还会回来，但让我有时间去思考未来的人生。就如642万订阅的停更频道之一 Tom Scott 提到， This is my dream job and I have a lot of fun doing it. I know I'm incredibly lucky. YouTube 创作毋庸置疑，这是一份梦想般的工作。But a dream job is still a job, and it's a job that keeps getting bigger and more complicated. I am so tired. There's nothing in my life right now except work. 但梦想的工作还是工作。Tom Scott 的停更影片也提醒了我一个点，很明显，我们有2个选择。第一，持续创作更好更有趣的东西，继续在梦幻的阶梯往上爬，增加更多的帮手，最后成为一位公司管理人，不是影像创作者。第二，缓一缓，然后产出少，然而产出少得到也会少，甚至有可能没办法往上爬。不过这时我们才活得像个真正的创作者。我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个，但我很明显选择了第2选项。阿神是 YouTube 中文圈最早提出停更的大咖之一，2022年年尾就有停更的想法了。拥有314万订阅的 Minecraft 实况组，为了迎合演算法，13年来日更 Minecraft 这款流量游戏，没有断更任何一天。阿神感叹道，可是每天追着数据分析的生活实在太累了。同为 Minecraft 实况组，即使坐拥1100万的订阅，1000万订阅，在4个月前只发布了最后一集感谢观众，并没有说明停更原因，只是说一切来到了尾声了，谢谢观看，这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了。为何大家都在这个时间点上停更呢？大家可以思考这3个点。第一，短影音在杀死创作者。近年来，短影音就像一股旋风，席卷了整个网络社交媒体，从 TikTok 到 IG Reels， 再到 YouTube 近期强推的 Shorts， 成为了资本家与创作者的一场无声的战争。短即快的趋势，对于擅长讲故事或深入分析的创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划分领土的告知。1分钟的短格式，让观众只记得单一件事和无限的多巴胺，只能往上滑和没有搜索的界面，让观众渐渐从主动观看变成被动观看。这种习惯与模式加速削弱着观众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与连结。看来这场无声之战的赢家是拥有平台的资本家，而无所适从的创作者还以为是自己无法看透演算法而失去了信心。不想抛弃创新与内容深度的创作者选择退后与暂时抽离，无奈的停更。
在创作者的心理上，很可能是对抗消费主义和重新寻找创作初衷的一种方式。第二，无法阻挡的时代与心理阶段。大家是否好奇，为什么都选在这个时间点上呢？难道他们是说好的？丹麦心理学家埃里克·艾瑞克森曾经提出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的理论，主张人的一生可以分成8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特定的心理危机，只有当前危机得到解决，才会促使个体健康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我计算了那些提到的停更的频道，80%都是超过10年的大频道。让我们一起乘搭时光机，回到10年前的今天。这个时段正是这些少男少女热血的青春期，时光一转眼就10年，10年也足以见证和经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是反思自己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是否得到了预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在这引用 Tom Scott 的话，再怎么梦幻的工作也还是工作，创作者需要持续不断的创作内容，回应观众的期待，平台的压力。10年间也慢慢形成某种职业倦怠的情绪，脑袋不时会浮出一种声音，要不要休息一下，做一下别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推理，它名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家都叫它 AI。 这时创作者脑袋再次浮出了很多声音，他是来抢我的饭碗的吗？我又要想过新的对策哦，这次又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学习，这个好像比之前更难搞呢，我应该怎么开始呢？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不要休息一下？好，那就休息一下吧。第三， YouTuber 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我相信大家曾经有听过一句话，00后和10后的未来梦想职业是什么？答案会听到拍影片 YouTuber。 没错，从2005年到2024年 YouTube 已有19年的历史， YouTuber 也渐渐成了一种正式的职业，更正式的叫法叫自媒体工作者。YouTuber 职业和停更好像没有关系嘞，又有什么理论啊？没有理论，但我有故事。想象一下，你是一名探险家，前面有一条叫 YouTuber 的路，你带着兴奋和恐惧的心情踏上了这条未知的道路。它与传统的路径不同，它不像工程师、老师那样有明确的指标和稳定的收入。你来到了一片浩瀚的海洋，你的收入就如打上来的鱼，时而满载而归，时而少得可怜。你只能依靠你的策略想办法获得更多的鱼，也许是在鱼饵上下功夫，也许是找到大型的船只帮忙，又或者是贩卖自己料理的鱼。尽管如此，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波浪会带来什么。可是有一点你一定深有体会，你花上1-2个星期的努力，并不代表你一定得到相同的成果。有时你付出的所有专业能力，得到的还不如别人在一家餐厅打工赚的时薪多呢。这也是很多人选择回到陆地，结束海上的生活。有一天你运气很好，红色的东星斑遍布你的周围，把你推得高高红红的，但他们不会一直在那儿。当他们离去的时候，你望着无边际的海洋，叹气地说道，这条路是否能保障到我退休呢？我还是回到陆地上吧。如果你不想被迫离开海洋呢，我有一些想法。第一，维持工作与生活平衡，设定固定工作的时间，该休息的时间就好好休息。第二，短影音和长影音一起出击，固守深度长篇内容，同时利用短内容低工作量的优势吸引新观众。第三，减少依赖单一收入，开发自己相关的商品，真正为粉丝提供价值。最后，定期自我反思和学习，是保持内在动力和热情的方式。进入 YouTube 虽然并不能说是我人生最棒的选择，但是可以说是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喜欢我频道的观众粉丝别担心，我接下来会持续更新影片。如果你想知道我消失的这3个月去了哪里，我花了一些时间搬了家，学习烹饪，学习 AI， 打坐修炼，也找到了自己的天赋与热情。也许就如大家看到的，我擅长把复杂的事情包装成浅显易懂且还有那么点点娱乐的天赋吧。想看到更多这类生活心理学的动画分析，还有我后续的计划，就点下订阅按钮，赞和留言你的看法，持续追踪吧。我是阿维，下个影片见。